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工作强烈指向，我们这个宇宙在很深的层面上确实跑在量子规则上，更像一个量子宇宙。约瑟夫森效应就在提醒我们，量子物理又一次把经典物质观的边界往外推，让老经验不够用了。电子居然能穿过看起来过不去的障碍，像是在说分离可能只是表象，电流在看不见的相干作用下顺畅流动，呈现出几乎无阻的超导特性。这些现象至少在提示我们，现实未必只是硬邦邦的粒子堆出来的，更关键的也许是关系、相位以及共振如何把一切组织在一起。在超导接触里看到的这些怪事，可能不是小众特例，他们的逻辑也许能推广到更广阔的尺度上去理解。从量子角度看，宇宙更像一张量子场的大网，里面充满非局域性和纠缠，这种跨距离的联系。如果现实不是由一颗颗硬粒子拼装，而是由关系、相位和共振织出来的，那我们的世界观会被改写成什么样？如果物质不是世界最底层的硬地基，而只是更深层模式的动态投影，这些模式以波和场的多彩互动呈现，那结论会有多颠覆？一旦这样看宇宙，世界就不再像乐高那样由孤立零件拼成，而更像一个会呼吸、会联动的活整体。在这种结构里，意义长什么样，呈现成什么样，往往不是单独决定的，而是靠它与周围事物的连接关系共同生成。这等于把世界固定不变的老观念敲了一下，原本僵硬的世界观可能要转向更柔软、更可塑也更动态的秩序理解。所以你可以把现实想成一场大交响，主旋律不是硬碰硬的粒子，而是相位偏移、共振、相干性这些看不见的音符在合奏。在这种图景里，围墙和绝对边界变少了，更多的是连续的过渡打开的可能性，以及彼此影响的涟漪。也许我们对这种秩序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比过去想象的要大不少，至少值得重新评估。约瑟夫森效应与量子隧穿这条线索，让人怀疑量子物理也许藏着世界更深的机制，而真正理解它的人，可能握着理解乃至改变系统行为的关键钥匙，至少在技术层面。好，镜头拉近，我们先从约瑟夫森效应这件事讲起。比起家喻户晓的双缝实验、薛定谔的猫，约瑟夫森效应在大众里没那么出名，但它同样震撼。它告诉我们，电子有时能走捷径，通过量子隧穿穿过室垒，而不必按经典物理那套先爬坡再翻越。当两个超导体只隔着一层很薄的材料时，它们居然会像一个整体那样运作，仿佛共享同一个量子身份。更神的是，在没有电压推动的情况下，电流也能自己流起来，而这个驱动力来自波函数之间的相位差。听到这里，你肯定会问，这跟我们日常的现实世界到底有什么关系？在物理层面上，一旦某些限制条件被打破，电力与能量就可能以不同方式流动，走出我们熟悉的那套路径。于是有人会把它联想到特斯拉的设想，比如用无线电塔向沃登克里夫塔传输能量这类概念。不过要强调，这些自由能源的说法在主流科学里仍高度争议，更多是想象延伸，甚至还有民间猜想拿它去解释早期文明怎么搬巨石、怎么精切石块这类谜题，但这同样属于推测性叙事，目前缺乏可靠证据支持。所以在这个叙事框架里，约瑟夫森效应就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小技巧，而像是一扇通往量子世界结构的窗口。它可能在暗示现实的底层结构，物质不一定只是粒子堆叠，更可能是跨越边界的共振与相位关系在结网成型。于是就会引出一种更哲学的说法，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观念与选择塑形，但这更像思辨，不等同于严格的物理结论。也许很多界限并不是自然本来就写死的，而是我们在历史里逐步建出来的。几千年前未必有今天这么多看不见的框，我们用思维习惯、数据指标、规则法律把自己框住，
可这些框架也许没那么铁板一块，反而比想象中更可塑，更能调整。这也不难理解，几百年来，我们主要靠观察、测量宏观世界，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来建立知识体系与解释框架。可一旦镜头推进到亚原子尺度，真正离奇又精准的规律才开始登场。我们再把镜头切回约瑟夫森效应，把关键步骤讲得更清楚一点。当两个超导体中间只夹着一层薄到夸张的绝缘层时，约瑟夫森效应就可能出现。按经典直觉，电子被室垒挡住了，那就该过不去，电流也就不该流动才对。可在量子层面，电子偏偏能隧穿过去，不需要真的把室垒撞开或翻过去。在这个尺度上，物质更像彼此相连的整体系统，呈现为更基础、更柔和的能量与信息流动形态。要明白一点，隧穿不是科学家想看就出现的戏法，它不是心愿，而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个效应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最近才学会用实验把它抓出来、量出来。在量子理论的表述里，系统原本像波一样展开，一旦被观测或测量，结果往往表现为粒子式的定值，宏观上就像固体物质那样稳定。而从波的扩散态到粒子的确定态，这个过渡不一定是咔嚓一下完成的，可能更像连续平滑的收缩。但故事还没完，我们得再往深处推一步想。你可以想象，波也许从没彻底变成粒子，而是只在某些条件下呈现出部分粒子化的样子。在这层粒子外观之下，波的相位信息可能仍在保留，像后台一直运行的底层状态。当系统跨过某个阈值，电流就能穿过去，因为这时粒子化的确定性不够强，室垒就不再像一堵石墙那样管用。于是结果就出现了，没有电压推着走，电流照样能流动起来。而这股电流的大小与方向，几乎完全由两边超导体波函数的相位差来指挥。所以它至少说明，关键不只是粒子是什么，更在于它处在什么波态里，如何共振，如何被测量。至于意识状态，这种说法更偏哲学表达，需要谨慎区分科学与比喻。从量子测量的角度讲，你怎么观察，用什么方式测量，会影响系统呈现的结果，但这主要指测量过程与条件，不等同于日常意义的意念隔空改物。甚至可以打个比方，有时候盯得太紧，亮得太死，系统就更容易被锁定在某种状态里，反而少了变化的空间。换个更诗意也更大胆的说法，温和的观察方式像是在给系统留余地，让新结构以不同形式出现。当然，这是叙述性的比喻，不是严格公式，因此它带来的冲击不只是工程技术层面的提升，还会触碰我们对现实是什么的整体想象。它至少让人思考，个体通过选择与测量方式，可能在某种层面参与了现实的定型过程，但这更像启发，而非直接定论。约瑟夫森效应、阿哈罗诺夫波姆效应、量子霍尔效应，抓紧了！物理学里不止这一招，还有一整串量子现象，会把经典宇宙观拧出新的角度。比如阿哈罗诺夫波姆效应就很迷人，电子哪怕没真正穿进磁场区域，依然会表现得像受到了影响。听上去是不是像变魔术？但它偏偏能被重复实验验证。在这个效应里，电子更像是感知电势这种整体信息，而不只是被局部的力推着走。这就提示量子影响的范围可能超出了我们习惯的空间直觉，固定边界、屏障、固体这些概念未必是底层语言。你可以想成电子在读一张隐形地图，地图把路线写好了，哪怕电子没进到障碍物里，也会按那张图调整自己的行为。再看量子霍尔效应，同样惊艳。在二维材料里，强磁场会让电子形成量子化的导电状态，电导变得一格一格的。说白了就是强磁场一开，平坦材料里的电子不再乱跑，而是被约束在很具体、很固定的轨道式路径上移动。电流的变化也不再是连续的顺滑曲线，而像台阶一样，一步一步清清楚楚地跳。你可以把它想成水，不再满的慢流，
而只能走预先修好的水渠，路线清晰，分毫不乱。而这些水渠由量子规则画出来，中间值不被允许，要么在这个档位，要么跳到下一个档位。这两种效应都在强调，量子世界不只是测量让波变粒子这么简单，它还是一个状态之间电流与场彼此牵引的动态舞台。所以现实既不是全都确定死了，也不是完全随机乱来，它更像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套规则与概率。更准确地说，它像一条光谱，一端是无限可能，另一端是我们实际体验到的结果，中间靠共鸣路径和无形联系把它们连起来。量子计算机、日常生活与天文学。在量子计算机里，约瑟夫森结是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结构，而这种量子比特对相位变化特别敏感。相位的听诊器在计量学里，它们被用来做电压的金标准，把电压定义的极其精确可复现。在测量技术上，它之所以能把电压定得很准，是因为约瑟夫森振荡的频率能直接挂钩到基本自然常数，等于把标尺绑在自然本身上。结果就是，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能用同一套方法复现电学标准，精度高到接近原子尺度那种级别。在医学和地球物理里，人们还用 SQUID 超导量子干涉仪这种超灵敏磁场传感器，而它的底层原理正是约瑟夫森效应。SQUID 能测的磁场小到离谱，从人体心跳引起的微弱信号，到地下深处岩层结构的磁异常，都能被它听见。到了天文学和天体物理，这套效应又把望远镜的感官拓宽了，打开了新的观测窗口。SQUID 已经上了望远镜和卫星，用来捕捉来自宇宙弱到几乎被噪声淹没的信号，让我们能用新方式测量并解释背景辐射或远处恒星周围的磁场结构。因为它能触及极其微小的量子涨落，所以它也成了一种探针，把我们往时空起源这类大问题的边缘再推进一点。这也说明微观和宏观之间并非泾渭分明，那条边界更像可渗透的膜，会互相影响、互相传递。实验室里电子如何被连接的那套原理，至少在概念上也可能映射到宇宙结构的理解上。小尺度的规则未必只关在小尺度里。走到最后，你甚至可以提出一种观点，我们或许只能通过宇宙的影响方式与运行规律去逼近它的本质，而不是单靠盯着物质长啥样就能看明白。有人引用特斯拉那句名言，理解现实要看频率、震荡、震动。而新的量子研究也在补一句，别只盯东西，更要找共振、相干性以及万物之间的关联结构。放到日常理解里，这意味着现实不只是固体粒子加总的清单，它更像动态的关系网、共振网和能量流。而这张网我们其实还没真正摸清。量子计算机与现实影响，量子计算机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技术边界，进而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这确实是个让人既兴奋又需要冷静的问题。约瑟夫森效应在技术层面上像在说，在某些条件下，分离并不绝对，两边系统会以整体方式协同。因此有人会进一步延伸，量子计算机作为量子系统，原则上与环境不可完全隔离，必然会与周围物质发生耦合并产生影响，只是影响强弱取决于具体条件。那问题就来了，这种影响会把我们的世界带向哪里？会改变哪些现实规则与产业格局？量子计算机靠两件量子绝活：吃饭、叠加态，同一时间像同时站在多条路口，以及纠缠，远距离也能保持紧密相关的联动。用约瑟夫森结做出来的超导量子比特，在某些任务上确实有机会做到经典计算机很难甚至做不到的运算方式与规模。如果再加上人工智能，有人会畅想它能解决海量难题。不过，解决所有问题、知道所有答案更像夸张的设想。更现实的是，它可能在特定领域带来巨大加速，比如它有望更高效地模拟复杂分子，用于新药、新材料，也可能在优化类问题上提速，影响物流调度与部分金融模型。但彻底改变一切、解答所有天文学谜题，仍需要时间与证据来兑现。
就算听上去有点科幻，我们也确实能从这些应用方向里看到量子世界那种强关联、强联动的影子。一旦量子技术成熟并规模化，它很可能带来全球范围的连锁效应，从科研到产业标准都会被重新洗牌。只要使用者把它用在公共利益和安全可控的方向，它的总体影响更可能是正向的。这也正是治理与伦理必须跟上的原因。但如果我们真的把大量难题都解决了，把宇宙规律理解得更透彻，人类社会的目标感与价值排序会不会也随之改变？想象一下，一个几乎没有难题的世界突然到来，会是什么体验？资源更充足，更分配得当，每个人都能有够用而体面的生活条件，生产、交通、医疗、治理等流程被优化到极致，我们仿佛成了高效系统的管理者，站在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里，作为宇宙的一分子，也是文明的共同建造者。我们也许能借助量子技术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去做星际旅行，探索新世界，或者把生活质量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像住进更接近理想国的日常里。